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太自律了，程毅久违现身，说出真实近况。过年回乡安心休息，别人吃喝玩乐，他悄悄苦练体能加码训练，之日为迎接重磅新剧，状态一路拉满。3月20日那天，程毅突然在直播里冒了个泡，可把不少人给惊着了。为啥？因为这位哥消失的有点久，一出现，状态好的不像话。他自己说，就是回老家过了个年，歇了阵子，顺便提前练练，为新活做准备。最绝的是，人家在家愣是没胖，还瘦了，镜头前跑起来那叫一个利索。这哪是休假？这分明是换了个地方闭关修炼啊！回头想想他拍2京15日那会儿，脸上还带点圆润，现在这棱角，这精气神，配上新换的发型，难怪粉丝都在刷屏，这是哪个 2.0 版本的新程毅？说起程毅的自律，在圈里都快成传奇了。你以为他过年在家是躺平吃喝？结果人家是休假式训练，这可不是头一回了。去年，就2025年，他有段1个月的假期，你猜怎么着？媒体扒出来，他上了整整25节健身课，1个月才多少天？这课程密度被网友戏称为内娱自律天花板。所以今年这次不过是常规操作，他好像有种能力，能把任何一段空白时间都自动转换成备战期。这次直播里轻描淡写的一句恢复训练，背后是多少个小时的汗水，懂的都懂。但这种自律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，诚意的很，每次都很在点子上，直接为角色服务。为了电影底线里的一个憔悴形象，他能把自己折腾得暴瘦15斤，那段时间的路透看着都让人心疼。更夸张的是接下英雄志那会儿，他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宋史特训，不光啃历史书，连戏服里3层外3层的布料质感都要提前穿着习惯，就为了演出那种被服装束缚的真实的古人行动感。还有一次，为了同时演好3个截然不同的角色，他每天雷打不动进行4小时的专项训练，分门别类地琢磨每个人物的体态和眼神。所以，当他现在说为新工作做准备，提前恢复训练，这话里的信息量可就大了。这等于明牌告诉你，下一个角色绝对不轻松，对体能、对形体的要求恐怕又是地狱级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让他严阵以待的新工作到底是什么？他在3月20日的直播里，其实漏了点口风。他说自己很想尝试一些没演过的类型，比如悬疑类、探险类。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看看他这几年的戏路流离的仙侠与军歌的权谋，莲花楼的江湖探案，再到英雄志的厚重武侠身前的现代谍战，他一直在有意识地往外拓。悬疑探险正好是他履历表上还空着的一块拼图。粉丝圈里早就传开了，有人希望他演高智商的解谜者，有人想看亦正亦邪的复杂反派。以他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钻研劲儿，真要接了这类本子，怕是又得脱一层皮。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大背景，2026年1月，程毅和合作多年的老东家欢瑞世纪合约到期，现在所有工作都由他自己的工作室一手打理。这次近况分享是他独立门户后第一次这么系统的跟外界汇报状态，意义不一样了。以前是公司艺人程毅，现在是老板程毅。他说的每一句在准备都带着更重的分量，那是他自己和团队对未来方向的直接抉择。直播里，他聊工作，聊状态，聊想法，比以前更直接，也更透明。这种掌控感，或许正是他眼里有光、精神状态很足的另一个来源。当然，
他也不是空着手进入新阶段的，他手里攒的存货厚实的让人眼红。2经15日，马伯庸的小说打底，历史冒险题材英雄志，号称金庸封笔古龙式，江湖唯有英雄志的大 IP 身前，现代谍战造型一出就刷屏。这些剧每一部都是话题预定，每一部都可能成为他不同侧面的代表作。市场已经验证过他的扛剧能力，有这些作品垫在脚下，他再去挑战全新的悬疑探险领域，底气自然更足。这不是冒险，这是有计划的攻城略的。再说回他这次亮相，让人眼前一亮的外形，瘦了，发型变了，整个人清爽又锋利。这变化可不是找个好托尼老师那么简单，这是他持续体能训练、严格饮食管理的结果，是自律的副产品。更可能的是，这身心装备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角色量身定制的。演员的身体本就是创作工具的一部分，他是在用外形无声地传递下一个角色的第一道讯息。这种用身体为角色服务的觉悟，在年轻演员里不多见。这种极致的专业和自律，最终会反馈到实实在在的地方。就说他3月这次露脸之后，身上穿的、用的，但凡能买到同款，几乎瞬间被抢空。粉丝和观众用真金白银投票，投给他的角色，也投给他这个人所代表的专注和靠谱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这种靠一部部作品一次次玩命攒下来的口碑，比任何流量数据都来得坚固。导演和制片方找上门，看重的就是他这份能让观众放心、让投资方安心的稳。所以，当我们讨论程毅这次休假近况时，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？讨论一个演员如何度过假期吗？不，我们是在观摩一个职业运动员般的赛前调整，看他如何把时间切成块，每一块都填上内容，看他如何把身体当工具，打磨到最适合下一个战斗的状态，看他如何在合约更迭的节点上沉稳地完成权力交接，并清晰勾勒出下一步的进攻路线。从琉璃爆火到现在，他好像一直在跑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，每一次喘息都是为了下一段更艰难的爬坡。这次所谓的休息，不过是途中一次高效的补给站停留。补给完毕，状态拉满，他又朝着那个悬疑探险的未知路口提速出发了。